大家好，今天由我呢和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的陈晓文博士一起来为大家介绍永乐2023年春拍的中国书画部分的一个导览大家好，非常欢迎陈晓文博士，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就是永乐在今年的整体的这个书画拍卖的这个征件和梳理上，我们着重的状态把它放在了从古代的经典的作品，一直到近现代的那些作品的进行了一个脉络的梳理。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设计了一条从王元祁到吴冠中的这样的一个路线。那么在这个路径里面，我们能看到中国古典文人和古典绘画的一些比较精彩的内容。同时还有一点是我们特别希望能够在这里面呈现一条很清晰的绘画史的脉络给大家，就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光能够看到一些经典的作品，其实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们在学术的引领之下，怎么样清晰的呈现给大家一套美术史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呈现哈。那其实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请陈晓文博士一起来，是因为我们以往一般说到古典绘画的时候，都会老先生们的那些作品。那我特别希望能够有年轻的新鲜的学术力量参与到我们这个当代的这个作品里面包括古典作品的诠释。那我首先想问一下小文，就是说你自己对于古典的这个兴趣是从哪里开始的？首先很感谢永乐，也很感谢徐老师邀请我来这次这个拍品的导览。我自己吧，个人学习的一个经历上呢，因为我原来是从中国绘画入手的，然后慢慢的，因为对于笔墨的这种形式相当感兴趣，就是古典的这种笔墨形式，我是很好奇，为什么古人要这样去表达？为什么就是现代人有这样的一个变化？这里面的那个起承转合，里面的历史脉络的变化究竟是什么样的？我特别想就是去了解。那我觉得特别好在这个感觉里面，因为小文自己也是一个画家，他本身也是创作哈。那么他现在主要的工作是做古代书画鉴定的研究。对。那么尤其是梳理中国古典绘画里面包括书画史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真伪的判定包括地藏的变化包括一个美术史的这个收藏序列的一个梳理，就都有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内容。那么今天我觉得我们面对这个实物切入到我们这个实物里面进行一个讨论，好不好？好。首先我觉得我们要进入一个很郑重的环节，就是这次永乐在秋拍里面推出的一组重器这个是非常难得也是比较罕见的，就是王元祁陈字款的山水扇面册的一组。这个里面一共有12件作品这12件作品呢，每一帧作品里面都有王元祁的陈字款有陈字印章。那么整个山水的面目是呈现出非常典型的王元祁自己的那个在画论里大家所提到的这个笔手下有金刚杵不对，叫笔底有金刚杵，对，所以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王元祁的作品实际上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全面的对于古典的所谓的绘画正朔的这么一个还原。能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王元祁吗？集大成的这种面貌。对。就王元祁这个画家，他是清初这个我们说到正统画派这一脉的一个很重要的画家。首先他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家族背书，他是有这个王时敏的，在他的一个祖上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绘画的一个等于说开宗立派的一个人物。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王时敏是清初四王的老大。对，四王的老大，也实际上是所谓四王的一个引领者。对那么如果这么来讲的话，四王里面他们一家子占了俩。对，他是对王时敏是就是最年长的，而王元祁又是最年轻的，在这里面就四王里面他们两个就是这种祖孙的这样的一个搭配。然后这里面他们开创了这个楼东画派，当然楼东画派也对清代的这个山水的一个绘画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据说康熙皇帝非常喜欢他的作品是当然了，康熙皇帝当时曾经赞赏过王元祁的画作，有一个叫应该叫图画留于子孙看，后人看应该是这样的一句话，然后御赐的对御赐的这样的一个嘉许。
对他的一个评价，对，这样子的一个评价就很重要，因为这里面等于说他的一个画作是很值得后人去传看学习这样子。所以楼东画派实际上在整个清朝的这个绘画形态里面，它影响了将近300年后世。所以四王里面其实王元祁的绘画作品实际上是所有的这个四王里面，我个人认为他实际上在传承影响上是影响力最大的一位。对。首先他的整个绘画风格来讲是非常苍润。对尤其在云气和山岚的构造上，他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第二，他的笔墨的韵味非常的绵长。它其实是有一种那种酒越陈越香的感觉，所以这个才会被皇家所影响。我记得最有趣的一点是说，我曾经在整理王元祁的很多作品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很独特的感受，就是说为什么天家会把它当成养心的作品？我指的天家是在清朝内廷皇家整个的这个皇族的审美趣味，实际上它是营造了一个很重要的引领的这样的作用。对由于帝王的欣赏，所以它形成了一种主流的绘画风格。这种主流的绘画风格很容易给人在贵气之余还不觉得它恶俗，这个是非常非常之难得的。对。还有关于这个陈字款的话，一般是不是进贡给皇族或者说进贡给皇家才会用陈字款？对，一般来说应该是就是奉皇帝之命，然后去创作这个作品，然后他才能落陈字款。因为我们说这个画家也有上下班这一说，对，那这个就是他上班时候，然后给 boss 绘画的一个很精美的一个作品。因为画家对于就是要画给皇帝这样的一个就是这种画作的话，他通常都会以自己有注重很大的精力啊，还有时间啊，这样去描绘。对，所以他这张作品应该说是王元祁里面一个就很大的一个精品。而且12个这个扇面集齐了这样子很完整的一个就配套。对，小文一说这个，我忽然想到前一阵子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古典绘画里面形成一个高峰的花中酒友。对，你想吴湖帆为了这个故事花了那么多的心血去完成这件作品，就像我们今天看到这组王元祁一样，实际上要把这12个扇面放在一起攒起来也是蛮难的一件事情啊。对，那与其说我们在那个故事里面去呈现完全不同的各个面目，在这里面实际上就等于是呈现了王元祁一生当中各种绘画技巧，就18般武艺在这里面都有所呈现，集大成的。对。一说到扇面，实际上在整体的这个中国古典绘画创作里面，不管是书法还是绘画，实际上扇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对，扇面它其实虽然它就是这个尺幅小，但是我们通常说扇面都是小而精的。画家通常在这样一个小尺幅里面，他要见大方寸，所以他就要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布局这个很像董其昌在他自己的作品里面提到说以小见大的那个感觉，对不对？对。所以其实小小的王元祁的扇面里面，我们能看到大大的天地哈。对。这里面除了天地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帝王心目当中的江山。我觉得这种卧游，如果说他是普通的文人艺术家的话，那这种卧游只在书斋之间。他变成皇家天家的收藏的时候，他的作品就变成了天地之间的一个遨游。对吧？其实我们在谈到这个王元祁的时候，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我觉得王元祁的作品在同类的作品里面，陈字款是相当受到重视的，无论是从收藏的角度还是从学术的角度。因为刚才像你所说的，整个王元祁的作品当中以陈字款的形式出现的，它一定是为皇家定制或者奉命创作的作品。那这样的作品我记得其实在永乐早期的作品里面是曾经有过的，对吧？我边上有一件那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拍品，我相信这个关注王元祁作品的这个藏家朋友们都会很了解也是记忆犹新的这件作品这是永乐在2021年的拍卖会上出现过的一件王元祁陈字款的大作品。
这件作品曾经创造了王延琦最高的拍卖价钱5000多万人民币。对，这个是非常难得，因为这件作品实际上也是一件凤制的作品，它是成字款，而且有乾隆皇帝收藏的印鉴啊。那我觉得，我期望这一次的永乐拍卖里面，王延琦依然能取得骄人的成绩。对啊，我们说，如果说有可能的话，他能突破王延琦在扇面和成组的成字款作品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突破。那说到扇面的话，我觉得其实在古人的生活当中，扇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人交游和炫耀身份的一个代表性作品，对不对？那这次呢，永乐也有一个扇面的专题，那么我们选几件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啊。这个扇面，其实我觉得它就是实用性跟艺术性都就结合在一起，对，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艺术品。那这次的永乐的作品里面，比方说，我们先说一说，既然像王延琦这么大名头的大臣，那当然扇面里面的作品跟大臣有关，肯定是很受追捧的，对不对？那比方说，我们这里有一件《申时行》，《申时行》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明代的状元。它是吴门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同时它因为在整体的中国的这个文人绘画和书画作品里面，申时行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对，他也是个名臣。对，他的整个的人生的经历，实际上就是一个中国文人由读书晋升到大臣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所以大家看他的整体的作品是非常的具有庙堂气的他不是那种特恣意的。那么实际上这次我们也征到了一件作品，其实说到恣意的话，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很著名的作者叫吴宽对不对？小文给大家介绍一下吴宽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吴宽他也是吴门代表的一个名臣，算是明中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吴门就苏州籍的一个大臣。然后他把我们说的吴门画派，像沈周这一派的这一脉络都给带起来的。然后他做了什么样的工作才把这帮人领起来？是把这件作品带到北京吗？是这是他很重要的贡献。对，而且他在他的交友里边也推广这些吴门文人的这些作品。所以伟大的艺术家一定要有伟大的伯乐才行。对在我们的扇面里面，我们也能看到这个，他落款虽然是刨翁这是他的别号。那么整个吴门的兴起跟它的关联其实是非常大的。对，我们都知道整个明朝的吴门的书画的兴起，其实跟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紧密，吴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对，另外还有一个叫王敖王继之。那么这两个人几乎是托起了以沈周、文征明作为代表的整体的吴门的书画在中国的全国范围内进行一个推广和流行。那么我们这次扇面当中还有一件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晚明有一个很著名的艺术家叫王铎。对，我们往往都是关注王铎的书法作品。我们这次有他一件泥金的扇面，是山水。山水的扇面它真的很少见。也是真的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一个山水扇面的作品。我们这次的整个扇面的作品呢，其实它的收藏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延续就是我们都知道它的来源有两个很重要的点，一个是小万柳堂的作品就是我们这次呈现的这个王铎就是小万柳堂的作品。大家都知道它的主人吴知音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收藏家那么前面的我们介绍的一些作品呢，是来源于另外一个当年江南地区很重要的一个收藏叫家书堂所以扇面的收藏除了它本身的艺术价值之外，它的血统非常的重要就它的来源，对不对？对。所以我们在讲到扇面的收藏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提到这些很重要的来源。那么在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扇面里面，我们这次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扎石标，也是晚明很重要的一个明移民吧，它也算是它是一个明朝的移民。对，明朝移民。它主要的作品特点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它应该它是有这种徽州风格。然后它用这种干笔淡墨的这样的一个绘画形式来去表现这个画面。然后它整个画面其实是很疏朗的。然后也影响到了后来
就是我们说清初到清中期的这种就是徽州的这样的一个风貌。这个很重要哦。你要知道，一个艺术家除了自己的面目之外，他最重要的是对后世的影响。对。那么其实他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更奠定了他在美术史上的地位哈。对。所以扎世标的这种疏朗的那种感觉，往上是继承了像倪云林这种像吴镇的这种简朗的这种风格。那么往下实际上是对于清初的，比方像四僧或者是像弘仁他们这种很重要的这个艺术家有过一些相对应的影响。当然我觉得扇面不管是它本身作为一个重要的艺术媒介，还是作为文人之间交际的一个手段，我觉得扇面的存在实际上是中国书画史上的一个艺术，对不对？对而且它是一个中国绘画史里面很独特的一个风貌，对很独特的一个形式我们这次还有一件文征明，有一件文征明的行书，大家都知道，这是文征明的奉制诗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件作品。那么大家都知道，吴门的一个作为领袖性的人物，我觉得在这个里面，他以书法作为自己的一个技巧的炫技的表达，我觉得这个算明代的这个泥金扇面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件。对，文征明他也继承了赵孟頫的一个书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文脉，然后他其实也影响了吴门的这个地带的一个书法的一个整体的风貌。对，大家都知道，其实因为文征明风格的奠定和流行，在这个过程里面，实际上文氏后人，包括吴门一代的风格就完全受到文氏的笼罩哈。对。所以后世很多的作品，其实我们一看到这个作品说它是苏州一代的作品，大家就知道它肯定是受文家的影响。对，好，那我觉得永乐这次呈现的扇面，因为远远不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状况，所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扇面的作品呈现给大家，希望大家到现场来看，对，好不好？希望大家来看永乐的预展，来去领略这些这个扇面的这种形式的一种特殊的这种艺术，给大家的一个艺术的感受。对，这个非常有意思。好，那介绍完古典的这个书画作品这个古代的书画作品，我们进入近现代的部分，对不对？那么近现代部分最主要的，我们一旦说到近现代作品，第一个就是吴昌硕。我们一定是会不得不提吴昌硕的。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次永乐呈现给大家的吴昌硕。那么吴昌硕这一次，其实在永乐的场子里面，我们着重是给大家推荐3件作品。这里面第一件给大家推荐的作品呢是《岁寒三友图》。这个是吴昌硕在1919年的作品，也就是吴昌硕大概在70多岁时候的作品。那么大家都知道，吴昌硕在他的一生的创作当中，他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是他大量的创作文人题材的作品。这个是他跟齐白石非常明显的差别。对，我们一般都会把吴昌硕和齐白石进行一个比对这里面当然还有，比方像张大千蒲行瑜这同时期的人物。那真正吴昌硕的创作，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他的创作的特点是篆骤之笔。对，也就是说，他在绘画的过程当中运用了书法的笔法，对，那么使得他的线条非常的富有质感。那这次永乐推出来的这个作品叫《岁寒三友图》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题材。对，给大家介绍一下《岁寒三友》是怎么来的。我其实觉得，我个人其实觉得《岁寒三友》它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寓意，就是它有这种长寿然后有这样的一些很美好的一些祝愿在里面。而且虽然像这个松树一直有就是松柏长青嘛，对，一直有这种长寿的这样的一个寓意在。然后像竹子的话，就是君子的一个高风亮节的感觉，对，高风亮节的表达。对，像这个梅花，它就有这个傲骨，对，就是代表一种世人的这种风骨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我偏与世人不同流合污的感觉，对吧？表达，对，而且它其实刚才老师也说到，就是吴昌硕跟齐白石他们都会并行的去讨论，因为他们其实俩人都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共性，他们就是都喜欢金石的这种书风入笔入画，所以他其实也是开创了这种新风，吴昌硕这一点新风，
刚才小文提到的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以金石入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实际上吴昌硕整体的整个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其实是呈现了一个全新的、区别于古人的这种文人的画风形态。对，这种画风形态在日本受到非常普遍的追捧，对，所以它有大量的作品流入东洋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现在一般所看到的，像松竹梅这样通景平形式的这种呈现的作品是非常罕见的。对，那在这个里面，一方面我们看到它这种篆籀用笔金石的那种力度绵里裹铁的感觉。第二，同时能看到它那个书法的线条是非常的畅快淋漓。对在这个里面，而且表现出那种遒劲的雍容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之难得的。而且它也有那种很尽力的。这样的一个对，就力透纸背的感觉，对，所以这也是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吴昌硕比较难得的。那么另外还有2件就比较少见的在哪儿呢？是作品本身的材质。这2件材料都是临本。大家都知道，其实临本的这个书画的古典创作，大概在明代出现的频率比较高。对，清代虽然有一些，但是因为临非常的珍贵，大家都知道这个丝织品里面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端的。那么当时据说难得，对，材料非常难。据说当年这样的作品传入扶桑的时候它的价钱是一般作品的几倍或者10几倍。那么同样，我们这次征集到的这2件作品也非常的独特一件是画水仙灵石。这里面水仙花非常的鲜润，石头有一种空灵苍茫的感觉，所以跟它的瘦实感，对，瘦实的感觉，所以这种感觉是在纸上感觉不到的，感受不到，对不对？然后由于整个临本的构图非常具有当代性，我觉得它不像陈旧的古典绘画这个作品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那种绘画的灰度。是跟现代社会和现代空间有极好的融洽度在里面的那么回过头来看这一件这个菊石图，它的石头是有通透感的，对有画的非常的通透。那么在这个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吴昌硕的长题，而且提了2次。对那么而且我觉得它整个黑白灰的节奏把握得很好。你看这种就花卉跟石头的这种灰度，就是以一种淡墨的形式来表现，但是它的提拔又是一种浓墨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种这种书写这刻意形成一个反差。对，它这样子很有一个就是现代感的这样一个力量的张力的这种感觉。对，所以这样的作品实际上并不像古典作品，它一定要挂在木质的结构空间里面，或者一个传统的空间里面，它在当代的空间里面的陈设也是非常具备这个，我个人觉得是毫无违和感的。对，所以它具备这样的一个特性的时候，比方说像这样的作品，在现代的藏家里面，它不光是作为收藏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件，它还可以作为展示和陈设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当然，吴昌硕结束之后，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就要出现了，就是齐白石。我觉得无论在哪一个拍卖场次上，都会出现像齐白石、张大千这种很重要的作品。当然，永乐这次因为基于学术的梳理，我们呈现了大量的这个大名头的作品给大家。当然，我们在推荐大名头之前，我们还是要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齐白石虽然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但我们还是要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齐白石，因为齐白石实际上是中国近现代作品里面，无法逾越的一个高峰。我个人觉得，实际上他创造了一种范式。这个范式是什么呢？就是在非常典雅的所谓的文人画坛里面，加入着对大自然亲近的小清新。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实际上在2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家都知道人们的心理普遍受到了一些创伤，所以齐白石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说，他的作品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抚慰人们的心灵。我觉得我们能普遍的从齐白石的作品里面看到那种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生活细节的呈现。比方说永乐这一次呈现的一件很重要的作品叫做《峰下鸢尾图》，它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山石下面有几丛比较柔嫩的鸢尾花。大家都知道山石的表现是非常坚硬的，雄浑的感觉。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鸢尾又是非常娇弱和细嫩的，所以齐白石在驾驭这种巨大的
作品因为材料所形成的冲击，我觉得他的这个本事非常高的。大家都知道他有好多山水画画的都是毛茸茸的，但是这种毛茸茸的感觉里面就是有绵里裹铁的感觉啊。比方说他用赭石所铺垫的这种颜色，和黑色的大色墨块所形成的这种所谓的像山峰一样的这个对比就非常强大。然后鸢尾。这个小文自己也是画画的，你会觉得像这种颜色的运用是不是非常的柔嫩？是，而且很娇艳，就正好跟那个后面的山石这种沉稳感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它就有一种很鲜活的生命力的这种感觉。还有一点就是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件作品本身不小。它是一件大概有6.7平尺的这样的一件作品，它的长度有126公分，宽度将近60公分，所以这是一件相对齐白石作品里面比较大尺幅的一件作品啊。那么我相信齐白石在画这样的作品的时候，一定也是精心之作了，它不会是那种随意随随便便就完成的。那么整体的感觉给人透明，但是不浅薄，对，有一种厚重感，然后厚重但是不呆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对。那么由这件作品，我们就马上可以看到，齐白石其实还可以画很多其他的动物，比方说他有画鹰的作品。那我们见过他画鹰的作品都非常的贵，而且一般来讲，画鹰的作品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它都呈现出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啊？它都呈现出一种威猛的雄浑的感觉。这次永乐也有一件画鹰的作品啊，是静静地蹲在树干上的一个老鹰啊，当然他画鹰的作品不如他画兽带鸟的作品来得更清雅，对不对？这次永乐有一件这样的作品，就是所谓的富贵寿考，对不对？那小文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件作品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首先它这个底下有一个很艳丽的牡丹，然后跟头上的这个这一对绶带鸟，它有一个呼应，就都是这种红颜色。但是它这两种红颜色也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上面这个绶带鸟，它用的应该就是那种传统的中国颜色朱砂这样的一个颜色的呈现，而下面这个是一种西洋进口的一个洋红，对，所以这里面它就是在材料上它也有中西结合这样的一个运用在里面，而且我们看到它的这个一个是这个山石的这种墨法的一个使用，跟下面这个枝叶这种墨法的使用就完全是拉开了一个区别的。对，那个小文给大家介绍这个画作的同时，我突然想到一个感觉，因为齐白石的很多作品里面，实际上我们希望的齐白石是希望在一张绘画作品里能表现他所有的艺术语言。这个齐白石里面很精彩的一点是，他既有他最擅长的篆书，对，又有他最擅长的绘画形态，又有略近于山水的题材、花鸟的题材。实际上这件作品的上款人非常的值得关注，因为他是齐白石的女婿啊，这是齐白石的女婿。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人叫做易树滋啊，他实际上是齐白石非常钟爱的一个女婿。所以很大程度上来讲呢，就说齐白石对于他自己在意的人和自己在意的事情所创作出来的在意的作品，这是非常的难得的啊。小文刚才把这个作品里面最精彩的部分都给大家做了一个诠释，同时在这个里面我们还能看到齐白石非常得意的几枚印章。对，所以这样的齐白石真是难能可贵。同样是一件难能可贵的齐白石的作品，表现在一张山水画的作品上。这是近现代一个很重要的江苏常熟的一位大收藏家，叫张青莲。他所收藏的一件山水画的作品。这件山水画的作品实际上很重要的一点是，它有很多的注录和出版。同时因为这件作品完成于1934年，而这件作品本身在1987年齐白石在日本西武美术馆和读卖新闻社的展览上就已经开始露脸了。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大家都知道中国古典绘画尤其是近现代绘画的很多作品，重要的地方是在于，第一，它的血统证明，它的来历；第二，它的展览和出版证明，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作品反复的出现在公众或者学术面前，才能成就它成为名品的一个过程。对吧？小文，一般好的作品它要成就为名品，是不是反复的要在美术史上被提及？是，而且我觉得它这个题材很特别，它是一个归帆图这样的一个题材，就是有帆船。其实齐白石在表现这样的一个帆船的这种就风帆的
这种题材呢，它其实都是给一些很重要的政要所绘画。像周恩来他就曾经也画过一个贵藩图，对，画过这样的一个作品给周恩来，所以这个张伯颜先生肯定在当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人物了。对，他是四川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军政要员。所以像这样的人物才配得到齐白石很重要的作品。所以跟当年画给总理的作品是并驾齐驱的啊。对，这样一件作品在未来的我相信在市场的潜力上也是因为应该很受到重视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作品的稀缺性所决定。对，在这个里面，大家看，无论从归帆的表达上，这个风的动态、松林的动态，还是水波纹的整个营造，我觉得都是齐白石的山水画里非常精益的作品啊。这个时候他还给自己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齐白石很擅长在自己的落款里面表达自己的一个情绪，和对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对一个事件的一个过程的描述，是会让大家看出来他对这个东西有多重要的。比方说，他画给这个伯颜的同时，他写到8月份北地清凉，正好可以挥洒，然后欣然成之。最后还说他自己在北京已经住了18年了，这样的一个状况就表达他对这个作品的重视程度，对吧？当然，因为从永乐的整个的这个学术梳理来看，齐白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篇章。那么通过齐白石的表达，我们都知道齐白石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伯乐，就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创院的院长，叫徐悲鸿先生。因为徐先生在整体的中国的美术史上，他其实是除了他是个伟大的教育家，他其实更重要的，他自身也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所以我们都知道，无论是油画创作还是国画创作，他在抗战时期以及抗战后期，包括解放战争时期，在整个中国美术史上是创作了大量的作品的。比方说，他对醒狮的这个表达，对于中华民族的崛起的表达，不管是公鸡、狮子啊，包括骏马，这都是给人们非常深刻的印象，或者是浓烈的印象，它是一种饱含着对民族的感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徐悲鸿先生实际上在他的一生当中，他是有很温情的一面的大家都知道他有2个非常重要的夫人，一个叫蒋碧薇先生一个是廖敬文先生。我觉得也很有幸在早年跟廖先生有过很直接的接触，这是一个把一生都奉献给徐悲鸿的女人。所以我觉得徐先生在他的生命当中和创作当中都有很温情的那一面。所以这一次实际上永乐在征集的过程当中也很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比方说，我们在这次的徐悲鸿作品里面，我们找到了2件很重要的作品，就是跟马和狮子截然不太一样的。比方说，有一件画给菊英他的嫂夫人的一件猫的作品这是在1947年。也就是解放战争时期那么他画的这个作品，大家都知道，实际上徐悲鸿先生在抗战以后是有很兴奋的一个创作的回归的过程。当然在这种兴奋之后，他又陷入一种抑郁。大家都知道，在那个时局之下，他要排遣自己的苦闷。所以这个猫的感觉实际上是兼具了那种对新生活的向往，同时又带有一点点小的那种情绪的那种这个感觉，很温情的这种感觉。对，然后猫的那个画法非常的相声我们说它拟人化非常强烈，猫的情绪也非常的到位。那么这个时候呢，猫的那种温柔的毛的那种感觉和背后庞大的这个赭石的石壁进行一个巨大的反差，同时它的背后还有一些比较娇嫩的枝叶。我觉得这张画本身它的构成也是徐悲鸿整体的这个动物作品里面比较难得的一件精品水墨感很好。对，它这件画它的这种就是这种笔墨的控制特别到位，然后把猫的这种就是本身它这种毛茸茸的感觉，这种很娇美的这种感觉都给表达出来了。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社会的人大家都喜欢撸猫嘛，对不对？有大量的猫等着来撸，所以徐悲鸿先生的猫也等着大家来撸这个真的跟故宫的鳌拜都有的一拼了。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到现场来看看这件猫的作品当然我们有2件，还有一件是画给他的一个叫做存现的好友的一件作品这件作品比我们看到这个菊英的这件作品呢要稍微早1-2年早1-2年的作品。那么当然我们也征集到了一件很重要的徐悲鸿先生的作品，是鹰的他在里面写了2个很重要的字，叫做独立。
英雄独立对，大家都知道这个是1935年的作品，大家都知道是抗战前夕，所以他对于民族危亡的那种理解那种自己心里的那种情怀的表达，我相信是非常苦闷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特别希望借助自己的画笔，能给整个整个社会带来比较积极的比较正面的、比较有力量的这样一种激励他有一种时代精神的对，就是要铿锵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在里面。在徐先生的作品里面，我们经常会看到这种他对于时代的这种强音的召唤，包括他自己对于，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其实对于时代的感受和感触是非常重要的。对，同样跟徐先生同时代的，也有一位我们中央美术学院很著名的一个教授叫蒋兆和。大家一般提到他就会提到《流民图》，对不对？对。那么这一次的这个作品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它叫《一笛横吹万户歌》，这是1962年时候的作品。那这件作品1962年完成，但是在1963年就开始发表在中国妇女杂志的封底了足可以证明这一件作品在蒋兆和先生的作品里面如何的珍贵。对它一共有将近6、7个注录，对，所以特别丰富所以注录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它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的证明。对，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时代背书，等于说它有一个很好的出处。蒋兆和先生的绘画特点一般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说，其实刚才老师也提到了这个徐悲鸿，然后跟蒋兆和一样，他们其实都是从西方的这种绘画的一个脉络而来，然后他们其实都是以这种西方的一个笔法融入到中国的这种笔墨的情趣里面，对中国化的这种笔墨创作当中，所以他的整个人物其实跟古代的相比，他更加形象上它更加结实，而且它表现的这种明暗的关系会更加的丰富，这样的一个。所以实际上在60年代的话，我觉得这个蒋兆和先生在那个时代里面固守着中国传统画里面比较精彩的一个技巧，加入西洋对于人物写生的那个部分，所以实际上他在造型能力也好，在笔墨的感觉上笔墨的挥洒上，都能够带给我们这种别样的时代感，是有一个中西结合的一个面貌。对，所以非常希望大家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到永乐的现场来看一看蒋兆和先生为我们呈现的这个叫做一笛横吹万户歌这个过程这个我想这一件作品是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对，很精彩。那徐悲鸿和蒋先生这个过完之后，我们要讲一讲在整个近现代书画史上很独特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就是曾经红极一时，他把几乎所有的艺术领域他都涉猎了一个遍，最后遁入空门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人物弘一法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我们每次唱到这首歌的时候，往往都会动容。我觉得，在我们的青年时代当然因为一首歌能够传唱将近100年，而变成所有的时代都不认为它是古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对于文化史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着重的。我自己在刚才念这些歌词的时候，都略微有一些感动，是因为你很难想象一个人历尽千帆之后，他把社会上所有他能够感受到的这种艺术形式，他自己都参与了一遍。比方说，他表演西洋歌剧，他参与中国书法、绘画、篆刻各种创作，最后放下所有的他对这个世事的贪恋，遁入空门，成为一个僧人。同时又是以修行者的姿态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你能想象这个人需要多大的毅力吗？我觉得弘一法师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唯一一颗，我个人认为这是唯一一颗舍利子。我为什么用舍利子来形容他？就是当一个人经历千山万水、千难万险、千百万种感情因素之后，放下一切，重新回归到最纯粹的为广大的民众谋福祉而进而进行修行。所以我个人觉得，其实说到弘一法师，我们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谈了。对茶花女，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僧人书法家之一。我个人觉得，其实弘一法师的这个书法不需要我过多的解释，
很多人其实一看到那个体就知道它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对，对不对？那么这次永乐呢有2件很重要的弘一法师的作品要呈现给大家。首先第一件是非常非常特殊的，我指的特殊不光是它作为书法作品的特殊，它最重要的一个特殊是在于它呈现了一个修行者，一个具备巨大的文化底蕴的修行者所开出来的一个书单。这个小文知道我们在大学里面要给一个研究生做一个学术的训练，我们最初的动作就是开书单。开书单，对啊。那么书单的呈现是代表第一这个导师的修养和素质，对。第二，学生所具备的最起码的学识和修养。所以在弘一法师的这个书单里面，我们大概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净土宗，对，净土宗，然后看到了一个学者的一个日常的研究的他的一个面貌。对，小文作为年轻的学者，怎么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书单？这个内容很特别，就是弘一法师他当时要编撰这个佛学丛刊第2集，他所开给这个他的一个好友，也是他的一个学生夏勉尊这样的一个书单，委托他去日本，然后去搜集这样的一些书目，所以当时其实这里面反映了一个弘一法师他当时的一个研究的脉络，这个佛学的，特别是佛学这个精神上的一个研究，对，然后所以在这里面开列了大量的经版。对这个就是所有的无论是从国内还是国外来看，这些修行法门的一些文本，对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比方说它还有非常重要的基础的学识，比方说康熙字典。对。我想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到日本去买康熙字典，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它应该是这种版本的。对版本的一个就是想要去挖掘一个古老的版本，对，更古老、更善的这种版本。对。那么在这个里面，比方说我们会看到它很重要的，就比方说日本国宝全集，这个很重要。大家都知道，其实日本国宝全集里面包含了大量的关于中国文物的信息，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弘一法师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的为了需求这些书籍，它更重要的是，刚才小文提到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弘一法师在他自己修行的过程当中是不断精进他自己的学术的，所以这一份书单实际上是弘一法师展示他自己的，对不起，这是他无意识流露的，我们现在把它认定为展示，他无意识流露他自己的学养，传统的学养。对，同时他也希望通过这个书单了解中国的文化形态在当年的日本到底有怎么样的一个传播和传承。我们刚才说到的康熙字典，我个人冒昧的揣测，他可能希望能够在日本得到更古老的版本，或者更接近于康熙字典最初刊刻目的的版本。那这样的一个形态，对于未来的我们整个学术的一个研究和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他在这里面提到了好多次宋版的作品，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很古老的宋版的作品早年就流失到海外，所以从国外重新把这些文献请回来，这个突然让我想到当年日本有很重要的几个遣唐使。这些僧人，比方说很重要的空海大师包括最澄大师，这些都是当年非常重要到大陆来取经的遣唐使。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那个最主要的很多的作品，这里面包括一些佛家的入门的一些书籍，这些书籍可能是一些很古老的版本，也有一些日本人可能已经在经常使用的一些版本，它可能在这个里面用来校勘中国法门当中的一些相互之间的差别，或者我个人觉得，其实弘一法师在这个过程里面所做的动作，已经是让我们觉得惊为天人了这件藏品里面更为重要的一点，不光是呈现了弘一法师作为一个道行非常深的一个修行者，还是作为一个基础修养非常深刻的学者，这里面还体现了他所影响的那个人物。比方说你刚才提到的夏勉尊先生，这件后面的题跋就是夏勉尊先生的作品，前面还有叶氏的一个题引手，这个都是当年受弘一法师的影响非常庞大的。然后这件作品最早的收藏者就是上海当年这个书店的老板，
因为他非常喜欢弘一法师的作品，所以这个书单就成了他梦寐以求的一件作品，所以就从夏勉尊先生手里就把这个书单给换下来了，他自己重新再誊录了一个书单寄到日本。那么至于后来的事情，我们可能不太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这个书单留给我们的是弘一法师认真严谨并且有着高深修为的呈现。同时这件书单本身在弘一法师的作品里间也是非常珍贵的一件书法作品。对，那么弘一法师的这件作品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我刚才一再提到的一个血统证明，就是它有将近20-30个出版和著录和展览，就是它有无数次的在世人和学界重复的露脸，这个是非常非常之难得的。好，说了这个书单之外，我们一定要来讲一讲另外一件弘一法师的作品。我想补充讲一下他的一个书法形式。其实他的一个书法形式写的特别，我们说现在我们想追求的松弛感。哦，对，这个很重要。对，这个它跟其他的它的一些就是标准的那种作品的一个书写完全不一样。它整一个这个书写的感觉给人是一种特别放松、特别日常的这样的一个信手拈来的感觉。对，这样的一个书写的一个感觉。所以这个书写的形式还有这样的一个题材，也凸显了这张作品的一个特别，一个特有的一个特点。这个非常重要。你看这个小文作为一个年轻的书画鉴赏，我觉得在这个过程给大家所带来的这种清新感一定要注意。在欣赏书法作品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点，就是好的书法作品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放松的感觉。对，他的书法往往是用苏东坡的话来讲，是无异于家乃家。对这个才是一个精彩的东西。所以非常感谢小文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书法的一个欣赏。我们来看一看弘一法师精心创作的书法作品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弘一法师的很多作品实际上是没有他的创作时间的，但是我们从他的书法风格上来判断，他大概是弘一法师中晚期的一些作品。这件作品是写给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弟子叫刘志平的。大家都知道弘一法师传世的很多作品实际上都是跟他的弟子信众和他的粉丝团有一定的关联。对，那么刘志平先生是这当中非常重要的，就像当年的广洽法师一样。对，实际上追踪弘一法师的书法作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他的作品的来历。如果这个作品的来历是非常清晰的是无误的，那这个作品基本上我们都是抱有可信的态度去接纳它。那么这一件弘一法师的作品，在他一生的作品当中，实际上也是比较独特的。对，他所书写的内容是佛三生战。它里面包括化身佛、报身佛、法身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实际上是用一种对佛经的呈现来表达他自己修行和对于刘志平的一个期待。对。他的整个用笔特别内敛。我们能看到他其实有承接就中国传统的一个僧人的书写这样的一个风格。然后让人看着就很静心，因为他整一个这个字形也好，或者说他用笔也好，都不露锋芒。这就是一个修行人最大的一个境界，最高的一个境界。所以他的书写动作应该是比较慢的、缓慢的。对。所以有一种绵里藏针的感觉。对我们又叫绵果铁。而且很认真，肯定都是很静心的去书写这些作品。小文，从你自己这个训练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他有没有受到八大山人的影响？我觉得有。主要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可能一个受到八大，一个是受到当时一个魏晋的一个磨牙刻石的这样的一个对于力量感的追求，对书风的这种影响。因为这也是民国当时很重要的一个金石的这种书风的影响。在当时。好，说完了弘一法师，我觉得弘一法师是有无数的东西可以讲的，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弘一法师的存在本来就是个艺术。我在民国的那个很独特的一个年代里面，他所呈现出来对于苍生的关注。无论他的艺术表现形式还是艺术语言，他对于苍生的那种慈悲，在作品里有非常露骨的表现。对我说的这个露骨，绝对是赞赏和颂扬的意思，没有任何的，就是因为
很大程度上，弘一法师所带给我们的那种震撼，远非他简单的艺术作品所能呈现。对，我觉得对于弘一法师的收藏，其实更大的是在于我们对于一种信仰的坚信，在这里面很重要。弘一法师之后，我们不得不提，在民国的整个的书法史当中，我们还有很重要的2个人物，我们不能忽略的。最重要的一个是张大千。张大千，对，我们来看看张大千。张大千是一个老狐狸式的人物啊，对不起，这个老狐狸是双引号，绝对是双引号的。对，他是一个天才。张大千是近现代绘画史上、书法史上也是收藏史上的一个天才。我记得著名的鉴定家傅生先生曾经说过，张大千的血战古人是张大千一生修行的很纯粹的表现。张大千有很多红颜知己，对吗？对，这个怎么一下子变得那么八卦？艺术圈的八卦，对，艺术圈八卦，大家都知道这个张大千有一个非常好的红颜知己在香港是一个名伶。这个名伶有一个很重要的弟弟张大千在很多作品里面都称他为七弟，这个人就叫李祖来。李祖来对。那么张大千其实有好多作品画给他的这个好朋友叫李祖来的。他甚至我都见过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小的横屏风，是金尖的这个也是画给这个祖来老弟的。那么这次呢，永乐也征集到一件画给李祖来的梅花高士当然他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大千赏梅图》，这完全是张大千自画像的一个呈现张大千有很多的自画像，他给自己画过很多自画像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1968年他专门给李祖来画过一件这个乔木方灰图那么这次我们征集到的这个《大千赏梅图》也是张大千借自己的形态给李祖来呈现了一个文人雅士的生活的细节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高士，对，月下银眉的这种月下银眉，临河静苏东坡的感觉，对不对？所以这件作品其实是非常的风雅的它除了这个李祖来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款，就是德音贤子，它叫子子，就是大家都知道四川人管自己的姐姐叫子子嘛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他画给这个祖来和德音，就是春节的时候。过年很喜庆就等于是给了人家一个新年礼物所以这件作品实际上是非常怎么样非常对，非常有这种喜庆对，有祝愿的意味。梅花也是当时的这个月令的这样的一个花卉。对，大家都知道张大千除了画梅花之外，他最重要的还是画荷花，对不对？我们这次有2件荷花也是非常精彩的而且这2件荷花的受画人就是赠予者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先来说一件不带颜色的这件作品是画给沈庸的大家都知道沈庸有一个非常大的功劳，就是当年在香港的时候上个世